在古代，古人常喜欢用木头做一些机关藏物盒，鲁班盒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榫卯结构的制作工艺，想要把它打开并不容易，无论是从侧面去拉，还是对角斜着推，上下左右都无法将盖子打开。木盒是燕尾榫结构，外观方正平整，看不到钥匙孔或是其他机关。那到底该怎么打开呢？你一定会惊讶于古人的智慧，其实它的机关很简单，但却很巧妙。我们只需要将盒子反过来拍打一下，它就可以划开了。看看它里面的构造，这是一颗小铁球，盒子上下是磁石。你能看懂它的工作原理吗？现在再把它装回去。你觉得这个盒子可以装点什么呢？这个玩具的名字叫步步惊心。要想把这根绳子取下来不动脑子是不行的，这是非常古老的玩具，起源于9连环。要把绳子取下来不能用火烧，也不能用剪刀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。绳子往左边拉直，从1号环上去，绕到最前面，将绳子从3号环上去，套到4号环，回到中间，继续将绳子绕过4号环到3号下面，然后绳子往上提，越过3、4号环来到2号环脚下，绳子从2号环穿过去，来到最前面，重复刚才的步骤，它就来到了3号环的脚下。最后我们直接越过4号环，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拓扑学小玩具，怎样才能把中间的圆环给取下来呢？我们从绳子这一端来取，会被圆柄挡住。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。立柱中心有一个长孔，圆柄可以轻松通过，但是珠子是过不去的，所以这里也是不行的。从它的结构来分析，似乎也没别的出路了。这时候可能会有朋友选择用剪刀剪断，这是一款智力玩具，最终解开它还是要靠脑力才行。其实它还有一条路可以尝试，首先拿起一个圆柄，把它从立柱中间穿过去，然后将圆环提到上面，绕回到底部，到这里它就来到了圆柄和珠子中间。最后一步再将圆环穿过中间的长孔，就可以轻松取下来了。这款玩具比较考验空间力，很容易绕糊涂。这个是拐弯抹角，要想把这个 U 型环取下来不动脑子是不行的。如果我们顺着它的螺纹往上去，智力解构是一款充满古典韵味的益智玩具。到达顶部你会发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在将这些古老的玩具传承下去的同时，也给当今的小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趣味。我们将 U 型环围绕着柱子的中心往上旋转，再套到另一面，然后继续往下旋转，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人更爱思考，它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，锻炼大脑的思维灵活度，全面提高专注力、观察力。怎么才能把这两个男女标志分开呢？右边的缺口太小，直接出是出不来的。想要解开它，孩子们需要观察和分析它的形状和角度。首先我们要把左边的环竖着放，让右边的缺口通过坡度来到环的中间。这个时候两个环会卡在一起，越是着急越是解不开。调整好角度，把它退出来，再旋转一圈，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个解环的名字叫金鸡独立。怎样才能将这个木环给取下来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构造。这两个套筒是出不来的，两根绳子相互扣在了一起，想要把它们分开必须要发挥脑力，将绳子破坏掉肯定是不行的，要想办法将两根绳子分开。那么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它的正确解法。首先我们要把木环套到底座下面，第二步把下面这根绳子找出来拉直，从上面这个套筒的缝隙里穿过去，然后再套过上面的木球，再把绳子往下拉出来，这样两根绳子就分开了，那么木环自然而然就能取出来了。你看懂了吗？今天我们来挑战捕捉昆虫第54关，它的规则是用这些网兜套住卡片上的每一只昆虫，直到将6只昆虫全部捕捉，并且要把所有的拼图用完。最后一块不对了，重新再来。这一块可以同时捕捉2只拼图，一共有60个关卡。小朋友需要发挥想象力，迅速想出谜面的出路，这样可以帮助孩子扩展思维，活跃脑力。这次多出了这一块，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方法了。左上角这一块不用动，
来调整下面的几块。如果再解不开，我就要看答案了。好的，搞定了。你能挑战多少关呢？最近这款益智玩具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欢迎，它是专门为儿童和老人设计的，玩法简单有趣，只要找出规律，把红白两色的珠子分开。5到17岁的孩子，这个时期是智力开发的黄金期，只要家长加以引导得当，孩子的智力就会得到提升。反之，如果经常玩手机游戏，会造成孩子们的注意力分散，并且容易沉迷。孩童的潜能也是巨大的，为了提高孩子们的专注力，提升他们的智商，玩益智玩具是很好的选择。这个是记忆棋，将棋子随机放置于棋盘上，小朋友需要在短时间内记住棋子位置和颜色，并且根据骰子掷出的颜色来取相应的棋子。如果玩家拿错了棋子，需要将其放回原位，下一个玩家接着开始。如果拿对了棋子，就可以将其归自己所有。玩记忆棋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记忆力和专注力，还能帮助孩子在玩中学习，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得到乐趣。当所有棋子都被取走后，谁拥有最多的棋子，谁是胜者。这个叫兄弟锁，据说是后人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制作的一款益智玩具。想要将这3个铁环分开难度很高，不动脑思考，直接出是出不来的。它正确的解法一共需要4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我们将老大和老二交叉放置，像这样错位穿过。来到这里之后，把解环反过来。第二步和刚才一样，再让老大和老三错位穿过。这个时候老二就来到了中间，仔细观察老大这条边是有一个凹槽的。第3步，我们就将这个凹槽对准老二边上的缺口，这样就可以腾出空间让老三通过了。最后一步，轻松就把老大和老二分开了。你们看懂了吗？牛头扣是一款中国古代民间的智力玩具，它有2个牛角形状的铁扣缠在一起，想要将它们分开，很容易会被分叉的牛角挡住，这就需要玩家发挥自己的空间力和逻辑思维。首先，我们让左边的牛头放正，右边的牛头横着抬起来，注意小牛角的角度，越过大牛角再往下压，穿过牛头中间空隙。到这一步要注意它们的角度，2个牛头形成一个垂直的状态，再通过交叉错位将2个牛角分离，那这个牛头扣就破解成功了。平面滚珠是一款受到大众欢迎的益智玩具，游戏的目的是将红白两色的珠子均匀分开。不要觉得它很简单，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它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，缓解压力，提高智力。玩平面滚珠需要巧妙地控制手指和手腕的运动，让珠子顺利通过并到达目的地。这训练了玩家的手眼协调能力，对提高他们的运动灵敏度和反应速度有很大帮助。古人的智慧，孩子一定要学习。这是2个缠在一起的蛇形扣，把它们分开不动脑筋是不行的。也许你会想到让他们交错穿过去，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，他就会进入另一个陷阱，更加出不来了。该怎么办呢？先回到起点，将左边的蛇形扣放正，右手边的解扣反方向旋转，并且往下压，套过下面的柱子，往上抬起来，最后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个叫拐弯抹角，你知道该怎么将这个 U 型环取下来吗？大多数人破解这个解扣会顺着它的螺旋纹路往上去，走到头你会发现这条路是不对的，该怎么办？我们先回到起点，其实它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围绕着柱子中心继续往上旋转，到达顶部再往下旋转。智力解扣不仅深受世界各地孩子们的喜爱，也得到了成人们的青睐。它不仅能够提高孩子们的智力，还能够训练他们的耐心和独立思考能力，让孩子们的智力有所增强。如何取下这个圆环呢？这个玩具叫双斧，从上面取会被挡住，从下面取到底部2个斧头是无法通过的。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智力玩具，破解这一类玩具的关键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破绽。上面这个孔，斧头可以穿过，但是链条会缠住圆环，更加出不去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，上面这个孔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利用。我们将斧头套住圆环，这个时候斧头可以露出来一半，然后将斧头和圆环一起往下移动，圆环下来，再让斧头和圆环一起移到最上面的孔里，这样就轻松地将它们取下来了。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，
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。这款智力解扣24件套在玩的过程中，无形中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、空间想象力、逻辑思维以及耐心和专注力。这是一款经典的解压益智玩具，叫平面滚珠。它的玩法是把两边凹槽里不同颜色的珠子调到相同的状态，每一次可以通过4颗，看着好像不难，复原起来确实很有难度。在思考总结的过程中，培养了空间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我们要通过计算来移动，经过旋转调节，将所有圆圈里的珠子组成相同的颜色。现在红白两色已经分开了，它还有另外一种高难度的玩法，就是将2种颜色的珠子插花错开。这种玩法难度更高，步骤更为复杂，想要将它们分类复原很有挑战性。每一次转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圈层的珠子，对空间力和计算力都是一种考验。但是多玩几遍，你会发现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经过几天的研究，才找到了下面这个步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看懂了吗？这个是合金鲁班锁中国结，这是一款比较有难度的智力解环，想挑战的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将这个结拆开只需要1步，它是由3个不规则的铁环环环相扣组合而成的，每个环上面都有很多凹槽，所有的凹槽全部对上才能组合成功，有的人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装回去过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。首先要找到中间这一个铁环，将这2个点朝上，另外2个铁环按照这个角度一左一右放置。右手边的铁环凹槽少的这一面朝上，穿过中间铁环的下面，2个铁环叠在一起，左边这个铁环一定要在它们中间。现在这2个铁环已经可以了，最后再将第3个铁环往上提，这个中国结就复原成功了。如果你想分开这2把缠绕在一起的钥匙，直接拉扯是分不开的。我们要根据钥匙上的缺口和凹槽来寻找路线。很多人看到这个凹槽会想着从这里分开，其实是不行的，它们的距离刚好差了一点，设计的非常巧妙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我来解一遍。先回到原位置，把钥匙从孔里穿过来，向右旋转套过凹槽，来到了这里还是分不开，把钥匙翻个面，顺着凹槽滑到了这里还是分不开，把钥匙再次反过来，顺着凹槽的位置就出去了。你们看会了吗？这个益智玩具叫平面滚珠，它的玩法是把2种颜色的珠子分2边。这款平面滚珠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逆向思维和观察力，还能够提高动手动脑能力和空间想象力。在调整珠子的过程中，需要不断的变换思路，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，然后用手指将它们调整到正确的位置，以确保珠子能够顺利的转动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寓教于乐。这个3通是木条数量最少的鲁班锁，它一共只有3根，但也不要小瞧它的长度和孔位都十分有讲究。我们按照顺序组装好之后，这3根可以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整体。后面大部分的鲁班锁都是依据这个结构拓展延伸制作的。将木条的数量增加到6根，就是常见的6通锁了。6通锁的组装有一定难度，它每一根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，其中内部的凹凸部分啮合更是十分巧妙。鲁班锁起源于我国古代建筑中的榫卯结构，民间称其为男人木。在所有的木条装上去之前，它都是很松散的，最后一根装上它就会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。经常玩鲁班锁不仅锻炼智力空间力，还能培养手脑协调。这个玩具叫扬琴锁，想要将这3个组件拆分，不研究个2天是解不开的。这里有一个凹槽，我们将中间的组件往左边移动，到达底部往上抬，用缺口穿过凹槽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将长条直接抽出来也是不行的，它的缝隙小了一点，刚好卡住。其实它的出口不在这里，而是在下面这个最突出的地方，人们往往想不到这里。用手指捏住2个组件一起移动，来到这里很多人觉得应该可以取出来了，其实这里也不对，长条必须要套到最高的这一点，然后移动中间的组件来到长条的顶部，此刻再抬起长条就可以将它抽出来了。那取出来1根，剩下的2根就非常简单了，转一圈回去，从中间抽出来，这样这个扬琴锁就拆解完成了。这个是手雷锁，你知道它是谁小时候的玩具吗？玩具的目的是把这个小旗子取下来，
小旗子可以落下去，但是直接拉是出不来的，会被挡住。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旗子是两半合到一起的，我们把铁柱左右分成两半，形成一条线，接着左手的旗子往上提90度，右边的旗子往下旋转到底部，然后继续往上拐，旋转180度，再往上折。这个时候想直接取还是出不来的，继续将右边的往下压，再让右边的旗子立起来，两个旗子再次合为一体，抽取，这样这个手雷锁就破解成功了。你看懂了吗？据说这个是诸葛亮送给张飞的玩具，叫大铁球，只需要放到桌面上旋转一圈，它就会一分为三。玩具的难点是如何将它们再合到一起。这3个铁块是一模一样的，假如先把其中2块合上，那么第3块是很难再放进去的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先将2块的位置摆好，距离分开到最大，然后将第3块也放上去，3块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往中间一挤，它们就合在一起了。合金鲁班锁的种类有很多，如何将这个小球放进铁框呢？不动脑筋是装不进去的。小球如果先放进去一半，另一半也是放不进去的。这套合金锁在拆分和组装的过程中，可以充分调动小朋友的专注力，在不断的思考尝试中找到正确解法，也能激发孩子的探索欲。孔明锁是一种智力玩具，起源于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榫卯结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逐渐成为了一种民间玩具。这种玩具不需要任何钉子和绳子，完全靠自身结构的连接支撑而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。它的3维拼插结构内部具有巧妙的凹凸部分，需要一定的智力和耐心才能拆开和重新组合。孔明锁得名于三国时期的著名军师诸葛亮，在民间也称别闷棍、六子连方、男人木等等。这些名称都体现了孔明锁的种种特点，比如它的难度、迷惑性和不易拆卸等等。孔明锁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智力玩具，它不仅仅是一种玩具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价值观。人们在玩孔明锁的过程中，不仅仅是锻炼了智力，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。在未来的发展中，孔明锁将继续传承和创新，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益处和乐趣。这个是八卦锁，据说是诸葛先生设计的一款机关器物，由能工巧匠打造而出。它是由2块相同形状的组件扣在一起，你能破解机关将它们分开吗？盒子上有4个奇怪的字符，代表了4个方位。盒子的表面平整，看不到任何机关。玩具设计出来之后，很多玩家用了几天时间都没有解开，但有一些思维活跃的玩家只研究了几分钟就把它解开了。其实一旦告诉你答案，你会觉得这很简单，但自己就是想不到。首先我们将八卦锁屏放到桌面，然后用力旋转，这个时候再去拿它，你会发现它们已经分开了。来看看它的机关，你们知道它的原理吗？记忆棋是一种经典的益智玩具，可以容纳多名玩家参与，在规定的时间内记住棋子的位置和颜色，并且根据骰子掷出的颜色来取相应的棋子。要想取胜，玩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取棋操作，而这都取决于他们的记忆力和专注力。记忆棋不仅仅是一款有趣的游戏，还可以对孩子的大脑进行锻炼。在接受这种记忆任务时，孩子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棋子的位置和颜色上，从而刺激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。这种游戏可以帮助儿童提高记忆力，增强观察力，锻炼反应能力以及提高思维灵活性。这个解环叫形影不离，像是一对情侣难舍难分。今天我们就来试试棒打鸳鸯将它拆分。首先也许你会想到让他们交叉错位，到这一步就走不动了，所以这条路是不行的。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让左右两边的环都自转一圈，翻个面，同样的方式再交叉穿过去，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些智力解扣一套24种，每一款的玩法都不一样，看着简单，玩起来却很有挑战，非常锻炼空间力和想象力。鲁班立方是一款经典的益智玩具，其原理是使用这7块积木来拼出一个完整的立方体。在拼图的过程中，小朋友需要精准地观察积木的形状和大小，灵活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摆放积木，同时需要孩子具备耐心和毅力，因为有时候一块积木的位置或角度不正确，可能会导致整个立方体无法拼成完整的形状。想要完成拼装，这3块积木的摆放最关键。鲁班立方曾经是最强大脑的竞赛项目之一，而这个竞赛项目的设立
正是为了考验参赛者的智力、耐心和毅力，同时也鼓励玩家们不断挑战自我，创造更多可能性。这个是拐弯抹角，要想把这个 U 型环取下来不动脑子是不行的。智力解扣是一款充满古典韵味的益智玩具，我们将 U 型环围绕着柱子的中心往上旋转，到达顶部，再套到另一面，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人更爱思考，它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，锻炼大脑的思维灵活度，全面提高专注力、观察力。如果家里的孩子喜欢玩手机，一定要给他买这款十面滚珠。它的玩法是要把打乱的珠子调成相同的颜色。这个看似简单，实则非常考验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。很多人第一次玩觉得很难，但是当你掌握方法以后，会觉得它非常烧脑，非常好看。这款十面滚珠不仅成人可以玩，老人、儿童都可以玩，小朋友经常玩一玩，还可以锻炼逻辑思维和专注力，并且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。